老乾隆，你敢如此对待本殿，信不信本殿踏平你这冤灵沼泽？都是因为你率天兵占了妖族灵力充沛之地，害得老龙用这等恶心的方法修炼。今日本君要将你和那些天兵的灵力全部吸光，让尔等先祖作茧自缚。龙君，先祖来人了。我劝你还是趁早放了本殿，否则待我附身一来，定会要了你的狗命！货真多，来的是些什么人呢？启禀龙君，是4个年轻后辈，看修为应该是上仙品阶。把他们拿来，让本君瞧瞧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。你的婚退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想了办法让天帝退婚了。天帝赐婚，3界4海皆知，岂是这么容易就能退掉的？景阳与众仙兵仙将不久前在这里失踪，景阳灵力不浅，却消失得毫无声息。我跟景剑推测，怀疑他是被3首火龙所抓，特此请战。天帝答应，只要我将景阳带回，便允我一诺。到时候，便可以要求他退婚。我心里有点别扭。为何？你可对那任玄金公有印象？你可知道为何凤冉杀了妖族的3皇子森云？就算森云死有余辜，但他依然是玄金宫的3殿下，是本皇最宠爱的儿子。当年仙妖2界之战，森云与景阳相争，误杀了老树妖，凤冉为报杀亲之仇，不惜与仙妖2界为敌。他对景阳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而你如今却要营救景阳，作为退婚的筹码。我只想尽快退婚，却不知景阳与凤冉竟然有杀亲之仇，是我冒失了。不怪你，是我之前没有告诉你。无论如何，都不能不顾及凤冉的感受。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你们呢？怎么来这儿了？凤冉说此地有拜神破境之象，我怀疑博玄在这里，我们就来了。何方宵小，胆敢闯入冤灵沼泽！小白脸，你们可是昨日天宫仙人的救兵？什么仙人？你们是谁？我们是3首火龙龙君的手下，怕了吧？3首火龙抓走了天宫之人，全都给我带走！是。快走！去灵阵，3首火龙逆天而行，竟强行吸食仙兵灵力。此处杀气浓重，恐怕天宫一行人都已遇害。是我们低估了3首火龙的实力，他恐怕要晋升成神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谈情说爱，真是不知所谓。
你们强行吸取这么多仙兵灵力，就不怕天帝问罪吗？哼！待龙君进神，你们天宫迟早是我们妖族的囊中之物，死几个上仙又算得了什么？快走！走！青木，景阳，好啊，景阳，没想到你也给三手火龙抓来祭阵，真是老天有眼。你仗着自己是天宫皇子的权势，抢了我的未婚妻，本君今日必定杀了你。开运，去禀告龙君，就说我们已经捉到了闯进来的仙人，请龙君回来祭阵，这儿有我守着就行。是，走。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大殿下，方才情势所迫，还望见谅。哼，青木，父神已将昭儿许配给你，你怎么还和他在一块儿？难道你要二女同侍一夫，尽享其人之乐不成？这种人我们救他做什么？直接让他祭了火龙的阵法便是了。青木，你。没用的，三手火龙已是半神之巅，你们劈不开他的结界。我们得想办法先出去。我倒有一个法子，只不过大殿下会吃点苦头。谁让你与青池宫关系不是太好，所以想让我们救你，就只有这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三手火龙即将进神，恐怕现在他正苦苦等待着他的雷劫。如果此山洞现在降下天雷，那三手火龙一定会认为他进神的雷劫到来了。他若入洞渡劫，必定会先打开结界。大殿下身份尊贵，还未享受过上神之礼吧？大殿下好福气，此等殊荣，一般人我还不愿意给呢。夫人，你还记得你以前是否救过一个雷劫？本君等了数万年，等的就是这一日。天雷？渊灵沼泽怎么会有天雷？难道是三手火龙要进神？不对，是皓池。糟了！本君之礼蕴含着天地神韵，大殿下可要好好珍惜。这第一礼呢，愿大殿下早日取得夜叉罗刹般的美眷。看来大殿下甚是喜欢本君的祝愿。这第二礼呢，祝大殿下子嗣成群，家宅永无安宁。这第三愿嘛，非年非节，大殿下行如此大礼，后池受之有愧。但是后池绝对不会占大殿下便宜。这第三礼，就是我对你的回拜。
你们到底是谁？竟敢戏弄本君？北海青木见过龙君。太仓枪，你怎么会有太仓神枪？留下神枪，本君便可饶你们一命。三手火龙，你吸食仙君的灵力修炼邪法，岂配染指神枪？不过几个仙君罢了，老龙吞了便吞了。倒是你这小子，本君已然指了你一条活路，自己不选，便怪不得本君了。待本君杀了你，神枪依然是我的。你这女娃娃，灵力虽差了些，这一身筋骨倒是特殊。今日你俩正好给本君打牙祭。我去。他可有伤到你？没事。是你，竟敢同本君动手，如今可再没人护着你了。龙君，后池乃我挚友，今日我必须将他平安带出，还请龙君高抬贵手。后池，古君之女，天界第4位上神。哦，与仇人为友，你倒是令我刮目相看呀。二弟，你怎么和这妖女在一块儿？从此我天宫和青池宫势不两立。大哥，慎言。景剑，这就是你说的天宫机密吗？让开！夫人，我们来此地救我大哥，是因为青木需要用我大哥的命来坐台与景昭解除婚约的筹码。你若杀了他，青木便不能退婚，那后池该怎么办？夫人，你与景阳的杀亲之仇，青木真的不知道。青木对你有愧，若你今天要报杀亲之仇，青木绝不阻拦。混账青木，我天宫待你不薄，你竟吃里扒外向着妖女。小丫头，别忘了，当年那棵老树妖可是被这景阳给活活烧死的。难道你忘了杀亲之仇成了天宫的鹰犬了？绝无可能！好，只要你帮本君灭了这些仙族，本君保证让你亲手将景阳剥皮抽筋，元神尽碎。后池，别让傅冉一错再错。夫人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总有一日，杀亲之仇我会亲手了结，但今日，后池我必须带走。不知死活！今日本君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待本君吞了你们，助本君进神。老天爷此刻让我渡劫，你是真不长眼！趁现在，我们快走！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等他进神成功，我们谁都逃不出去。三手火龙一旦进神成功，冤灵沼泽、百里仙门必将毁于一旦。后池说的对，
以他的秉性，定会屠杀肆虐，怕是天帝天后也难以取他性命。后池，难道你想阻止他进神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夫人，带后池先走。我去助他。你还是别去了，你那点灵力帮不了他们。他进神失败了，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凤然，你在这里长大，有没有别的暂避之处？确实有个地方连三手火龙都不敢去，跟我走。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！夫人，这是灭世之地吗？什么灭世之地？相传6万年前，妖神天启下界布下灭世阵法，他欲吞噬3界，成为混沌主神。后来白绝真神率众神下界杀了他，才避免这场浩劫。没错，这是妖神灭世的地方。我在渊灵沼泽长大，无论是仙妖都不敢踏进这个地方，连三手火龙都不敢。这迷雾里有真神威压，我们待下去也是死，还是出去吧。要去你去，三手火龙就在门口等着你去送死。别慌，也许我有办法。来之前，东华圣君便说过，你的真实神器可应对阵法的余威，没想到竟然用在这儿了。哼，什么灭世之地，不就是个坏了的祭坛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还不是被我仙族上君轻易拿下。哼，刚刚也不知道是谁吓得没有脑子，说要出去送死，怎么现在不去了？大哥，你少说2句。二弟，这妖女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药？你就这么护着她？凤然，我二弟是9天之上的皇子，将来的凤族之主。你一个渊灵沼泽的妖物，你连给他做侍女都不配，死了缠着我二弟的心吧。大哥，凤然，我大哥他受伤了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好一个9天皇子，凤族之主，我早就该想到，你和景阳没有什么区别。今日我不杀他，是看在后池和青木的面子上。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杀了他。你要是再敢拦着我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二弟，3界有多少好女子，你偏偏就……大哥别说了。好，若有一日凤然真来取我性命，你当如何？若真有那一日，我定将用我的性命结你2人之缘。景阳所过，终究是害了景剑。他和凤然，怕是难有结果了。景剑对凤然
他对凤然很是不同，到底有什么办法才能化解这场恩怨？杀亲之仇，恐怕很难解。我了解凤然的性子，他认定的事，死都不会改变的。秦牧，今日我们亏欠了凤然。上古，上古。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，届时你就会明白，那日在瞭望山，白绝残念所言非虚。你本应是这世间最尊崇之人。没看到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他很悲伤，好像一直在等什么。这里是众神打斗的遗迹，这石像定是当年神界的上神。他虽身死，但他的神念足以撼动人心。你们竟然活着，拿命来！小心！夫人，然后之先走。走。
真神之力，你居然能驾驭白绝的真神之力！再不走，我就削了你的神脉，让你再也猖狂不得。青木，青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既然救回了景阳，也赶紧回天宫复命，解除和景昭的婚约。夫人，我不会拿景阳做筹码。婚约之事，我再另想法子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法子？你和后池的心意我都懂，这仇我迟早要报，但不急于一时。景阳能作为筹码，也算是为他自己积德。既然天帝答应了你，你就赶紧回天宫复命，解除婚约。只有你和后池没有后顾之忧，我才能够安心。既然凤冉上君都开口了，青木，你也就别再推辞了。夫人，今日的恩情，青木记住了。谢谢你，夫人。后池，你说什么客气话呢？只要你们两个能够幸福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后池，你想和凤冉回祁连山，但我向天帝复完命，解除了和景昭的婚约，便回青竹宫找你。我信不过天宫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青木是去解除婚约的，你去天后岂能容你？这是我和青木两个人的事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扛。后池，我父神也不是蛮不讲理之人，你既然救了景阳，他一定会信守承诺的。我救景阳本就不是为了解除婚约，若不是三手火龙残虐成性，我是不会掺和仙妖两族的纷争的。以景阳当年所行之事，我青池宫只有杀他的份儿，断没有救他的理。罢了，你不是景阳，你只是受他所累，我不该摆脸色给你看。夫人，你先回祁连山吧。我刚才说了不行，这天宫的人向来喜欢玩心眼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不过在你们两个没有解决事情之前，我是不会给你闯祸的。好吧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一起回天宫复命吧。见过后池上神，见过凤冉上君，我等乃是天宫仙娥。你们大白天在这儿做什么？回禀凤冉上君，我等都是前来瞻仰后池上神的。我，小殿下贵为上神之尊，却是6万年鲜少露面的。荒唐！后池上神乃是什么奇珍异兽不成啊？小仙失言，还请上神责罚。你们不必惶恐，你们既是来瞧我的，现在也瞧见了，无事便散去吧。是。在外都传言后池上神粗鄙不堪，今日他们也都看到了，也就知道传言并不属实。北海上君和二哥回来了。是，公主殿下。他们定时救回了大哥，我就知道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得住他。公主啊，支支吾吾的做什么？还有何事？天宫门外的仙将来禀，北海上君是和青池宫的小上神还有凤冉上君一起回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他怎么敢？父神已经为我们赐婚，他怎么能堂而皇之的带着那个后池回来？他们现在何处？二殿下带他们去紫松殿休息后，便和青木上君去大殿上面见陛下了。父神，此次能救回景阳，阻止三手火龙进神，你们功不可没。本帝要好好嘉奖于你们。父神，与三手火龙一战，皆靠青木上君力挽狂澜，儿臣不敢居功。健儿不必自谦，北海上君此次有功于三界，本帝今日就将北海封为你的属地，享天宫无限尊荣。天帝，北海上君，你这是？不知天帝可否还记得，青木在离开天宫时，曾向天帝求得一诺。自然记得。怎么，这一个北海还不够吗？青木所求，并非三界疆土。哦，那你要什么？尽管说来。请天帝解除我和景昭公主的婚约。
神不可！青木，青木，昭儿，退下！父神，不可！北海上君要解除婚约，这等妖天之行，他竟还不答应，实在是狂妄。青木，你刚才所说，确实是认真的。是。为何？难道本帝的女儿还配不上你吗？青木绝无此意。景昭公主身份尊贵，夏君实在不敢轻待。只是，青木早已心有所属。此生非他不娶。若夏君娶了公主，对公主实在是不公平，还请公主谅解。天地美意，青木实不能受。父神，陛下，北海上君，本帝倒是想要知道，这女子到底是谁？你宁愿放弃北海，放弃景昭，也要娶之。青木所慕，乃青池宫后池上神。此生非他不娶，望天帝成全。果然是他。这青木胆子也太大了，是就这。父神，您不可以答应。女儿若是被退婚，今后该如何在三界立足？陛下，您的诏令向来下令无改，怎可为了这北海上君随意更改？本帝早已说过，只要青木能带回景阳，本帝便允他一诺，众仙为证。本帝说出来的话，又岂能出尔反尔？陛下，那太苍腔。罢了。青木，本帝今日就收回赐你的婚约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婚事，父神，你自己做主。谢天帝成全。可是在担心青木啊。天宫一向行事强硬，就算青木计划周全，我也担心会有变故。在青池宫这些年，我早就把你当作自己的亲妹妹。我虽然没有你周全的心思，现如今也帮不上你什么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这天宫不论是刀山火海还是万劫不复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父神已经取消了青木与景昭的赐婚，从此以后，北海上君的亲事由他自己做主。看到青木和后池这般情形，我不由得想起了昭儿。青木，青木，你怎么了？青木，青木，青木，你怎么了？青木，青木，青木，你怎么了？青木，你怎么了？景监，青木这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他中了3首火龙的龙息。这个龙息诡谲霸道，刚进入身体时，会被误认为是普通的灵气，难以察觉；但发作时，已经侵入他的灵脉之中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那有什么法子可以将他治好吗？3首火龙已是半神，他的龙息寻常灵力难以化解，唯有以上神之力进入青木体内，才能化去龙息。那不是只有天帝天后才能救醒青木？我这就去求天帝。后池，今日大殿议事之后，母神因为青木悔婚一事同父神争吵不休，父神不堪其扰，已经去朝圣殿闭关了。朝圣殿，那是天宫圣地，
朝圣殿外有神之结界，只有上神才能踏入。如若谁硬闯的话，定会被结界神力劈得魂飞魄散。父神只要入了朝圣殿，没有半载数月，定难出来。他又伤得极重，若是明日此事还不能化解的话，恐怕性命难保。如今能救青木的，就只有母神了。我这就去求母神。等等，我去。皓齿不可，今日青木才拒绝了和景昭的婚约，他肯定会为难你。你也说是因为婚约，那就算景剑去求天后，也解不开他的心结。青木为了我，放弃了天宫赐婚和北海的海域。我不能在这空空等着，只要是能救他，做什么我都在所不惜，所有的事我都能承受。青池宫后池求见天后。原来是后池上神，适才远远的竟没瞧出来，还以为是哪一殿的宫娥呢。劳烦通报。这便不巧了，天后陛下眼下正在休憩，还请神君在此稍待。慢着，天后要休息到何时？天后之事，凤女如何知晓？有时不过半个时辰。倘若遇上心情不佳时，3、5日不见客也是有的。对了，听闻今日大殿上有宵小之徒生事，惹得天后不悦，只怕神君要多等几日了。天后可以不见后池一人，若此事有关于天宫的安危，仙妖二族呢？母神，他们在殿上如此折辱女儿，请母神一定要替女儿做主。那青木虽然已退婚，但他还并未娶后池，你还有机会。只是本君想问问你，母神想问什么？你贵为天宫公主，身具金龙血脉，未来是要继承天宫的，你当真非他不可？母神，女儿此生别无所愿，唯求此人。哪怕他心中没有你，对这桩婚事弃若敝履。那是他还没有看见我的好。昭儿自问与后池相比没有半点不如，只要青木与我成婚，天长地久，神仙岁月，他定会待我情深。好，不愧为本君的女儿。你母神这一生起落沉浮，从未服输，你当如是。只是父神已经应允此事。天后，后池神君来到殿外。他既然自己来见本尊，看来你还是有希望的。你怎么样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中了3手火龙的龙息，你可知道此伤极为危险，是会要命的。你莫担心，后池去找我母后去了，只要上神出手，定能保你性命无忧。景剑，什么？你们怎么能让后池？哎，青池宫后池见过天后。上古？不对，他的长相或许与上古相似，可这性子气度与那人太过不同了。天后，论
论品级，你我皆为上神，拱手礼不为过。可本君贵为你的尊长，见母不拜，你父神这些年就是这样教导你的？后池长于青池宫，这天地间唯有父神古君一人，从未有过母神一说。天后身份尊贵，后池岂敢与天后随意牵扯？你这性子，倒是像极了你父神。说吧，何事？后池前来是想与天后做一桩交易。交易？6万年了，本担心天后会忘却青池宫。刚才你提及我父神，想必你也知道青池宫存世的理由。昔日神界关闭，至阳神尊命我父神天君天后协理下界，仙妖征战由来已久，摩擦不断。青池宫不偏不倚，不受二族所制，所以才使得天界3族鼎立，各自相安。天后觉得后池所说不错吧？不错。今日后池前来是为了仙妖2族的大事，若天后答应后池的请愿，在下愿率青池宫归顺天宫，以抗妖族。祁连山灵脉万里，若得之在手，天宫更上一层。不出100年，定可再出几位神君，届时妖族便再难与仙族为敌。你的这个提议，本君确实心动。不过，你出手如此慷慨，我想是为了更重要的事。确实是为了北海上君青木，他中了3首火龙的龙息之毒，唯有上神之力才能解救他。哼，本君真是好奇，若你父神在此，瞧见他费尽心力保护的女儿，竟然为了一个男子将祁连山拱手让给他人，他会作何感受？天后此言差矣。须知这世间不是只有权重惑人，若父神当真在此，他一定只会希望我喜怒随心，为所愿之人行所愿之事。天宫一向看重实力，为此天宫不惜几次逼迫北海上君为天宫效力。后池所为也是顺应了天后的意思吧？青池宫效忠天宫，从此妖族便不足为患，这符合本君的心意。不过后池，今时今日，本君却不愿意答应你的请求。为何？因为本君想要的，你还未给我。你高估了青池宫，也高估了你自己。本君不收回祁连山脉，不过是因为顾念旧情罢了。天宫大军前去，就凭你的本事，也得拦得住本君。你想要的是景昭的婚事？不错。6万年了，你身负我母神的名义，却从未来看过我。今日见了，也毫无亲情可言。后只想知道，除了你跟我父神的过往，还有什么原因能让你对我如此厌弃？本君丝毫不在意你，但是今日所见，确实让本尊对你兴之大起。你这副自负清高，却又不得不向我低头的样子，本君确实心里愉悦。青木，你实在无需过分担心。我母神虽然不满你退婚之举，但她也不是不讲情理之人。毕竟后池与她有着血缘维系，不会太过于为难。若她真的不会为难，今日又何必在殿中那番言语？自是因为……可是青木，后池正在恳求天后救你性命，你若这样闯进去，惹恼了天后怎么办？倘若天后真心相救，全当我小人之心，任何惩罚，我都自行承担。那日大殿上，天帝已经应允，景昭与青木的婚事就此作罢。眼下天后若再提婚事，难道就不怕众仙耻笑吗？
青木若主动上前求娶，当着众人说清楚，那日退婚便是年少戏言。天君一向仁厚，说不定就允了。青木早已言明，他钟情之人是我。那这一句，天后又要作何解释呢？众仙皆知，你虽有上神之名，但灵力不过是一个小仙。而北海上君青木早在1000年之前，便已经是仙界第一上仙。论实力，你如何配得上他？依本君看，北海上君钟情于你，不过是一时罢了。昭儿早与你认识青木，在天宫，多年来都有定情的传闻。届时本君只要稍微言语一番，大家便会认为是你主动去纠缠青木的。届时后池上神落得令人耻笑的下场，便不得而知了。原来，天后早已盘算分明，是后池唐突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救青木性命对于我而言易如反掌，但是你3番5次折辱景昭，本君心意实在难平。若你想让本君答应此事，便在此跪上几个时辰，待本君心情好了，说不定可以答应此事。怎么，你我同为上神，但是论资历，我比你早上数万年，难道你还跪不得我？如今的天宫，我为君，你为臣；我为长，你为幼；我为尊，你为卑。你跪我，本就理所应当。再说，你不想救青木了？不必跪。后池神君与天后同为上神，何来君臣尊卑？不必跪。青木，你身上还有伤，谁让你来的？我若不来，你难道真的要做这等傻事？北海上君青木深夜来访，难道在大殿之上闹得还不够吗？青木虽卑，硬骨头却还有几根。我不想看着后池为我卑躬屈膝，做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去讨好他不想见到的人。青木，你可知夜闯扶摇殿是何等罪名？青木不才，实在猜不透，您贵为天后，为何要违背常伦，处处为难我与后池？只因我二人倾心相许，你就拿权势所逼，以性命相迫吗？好，既然天后不顾天地的神谕，强逼我娶，那么青木也不介意再背上一条大不敬的罪名。反正青木也是个将死之人。青木，不要胡闹。我们走，这里我半分都不想待。北海上君青木果然好胆色。本君何时说过要违背天地的旨意？不过后池一日不跪，本君绝不出手。后池绝不会跪。后池，你不是自诩对青木上君一片深情吗？天帝陛下就在朝圣殿，你若不肯屈膝，可以去找天帝求情便是。朝圣殿，传闻朝圣殿外都是上古时期的结界相护，若非上神，定会被结界劈得魂飞魄散。天后，你这是要杀了后池？是你的命，还是他的命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怎么样，天后可答应救人了？本来已经松口了，可是你若真敢去朝圣殿，我定会生气。这事关你的性命，现在必须去朝圣殿，请天帝来救你。不行，我不让你去。还是我去请父神吧，我有父神所赐的神力护体，兴许不会有事。要去也该是我去，我修为比你高。不，你们留在天宫照顾青木，我现在就去朝圣殿，我有上神的名号。够了，后池，你我自青池宫之后，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在一起了。死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可怕，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死而无憾。我想去北海了，你陪我去趟北海好吗？
我们定情的地方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青木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皓池，其实我认识你，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早。1000年前，我自北海苏醒，没有了记忆，可我却一直梦见一个女子。什么女子？那女子与你长相一样，站在雷霆漩涡之中。你的梦中之人，怎么会是我？我梦中之人就是你。我们的姻缘，或许比我们相识的还要更早。认识你之后，我才明白何为烦恼，何为幸福，何为七情六欲。上天在此刻让你我相遇，也曾待我不薄。我已心满意足了。可我却还……若有来生，我希望你能在我遇到你之前先遇到我。可若没有来世，我到哪里寻你？那就一个人好好的活着。我不愿来世，只求今生。我不想你为我舍了青之谷，也不想你为我交付了尊严和性命。就算你为我求得了今生，我也会在遗憾和愧疚中度过。我只希望你能够幸福。青木，我们现在就回天宫，我一定要救你。昭儿，牧神怎么说？牧神不肯见你，他说若后池不肯答应离开青木，他便不会相救。昭儿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可是青木他现在危在旦夕，你若真的喜欢他，应该以他性命为重，而不是这一时之气。二哥，我自是知道利害轻重，可无论我怎么求，母神他都不肯松口。你说，他不会真的想让青木死吧？别胡说，母神他一生高傲，又极为疼爱你，兴许是看你受了委屈，心中极为不甘罢了。好，那我就继续去求母神，直到他改变心意为止。他们回来了，后池人呢？青木危在旦夕，后池不在此地，定是去了朝圣殿。以他的灵力去了朝圣殿，肯定是去送死。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你留在这儿，给他输入灵力，维持他性命。我去朝圣殿。哎，这本就是青池宫的事情，你的身份尴尬，若让你参与其中，必定会让你害于不忠不孝之地。夫人。母神，你还有心情看画？如果过了今夜，青木可能真的会死的。快来看看，此乃凤族羽然，3000岁修得上仙，其祖父是凤族上任族长凤云。他相貌出众，武功高强，身份也算是尊贵。母神，您这是何意？母神改变主意了。那青木就是个宁死不屈之人，就算你嫁给他，也改变不了他。母神，昭儿不急于嫁给青木了，我只求您救救他。我的心中只有青木一人，除了他，任何人都替代不了。天后，大事不好了！
发生何事？后池他强闯朝圣殿，眼下已与天兵对峙上了。后池竟真的不要命，我天宫何地，岂容他们放肆？朝圣殿乃天宫圣地，就算你是青池宫上神，也不能擅闯。后池，你怎么样了？夫人，帮我挡住天兵。后池，后池，后池。参见殿下。这朝圣殿结界竟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。剑儿，你这是何意？牧神，今日之事，皆是景监一人的主意。若你要责罚傅冉上君，请连儿臣一并责罚吧。你的主意？你当母神糊涂不成？切莫为逞一时之勇，便下如此狂言。牧神，青木乃是儿臣的挚友。凤然，凤然，乃是儿臣忠义之人。今日，儿臣不敢相让，也不能相让。若是母神当真要入朝圣殿，就请先处置儿臣吧。青池宫后池，求见天帝。天帝，天帝，天帝已经入定，想要唤醒他，只能用灵力传音。只是我灵力微弱，算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天帝，青木身中龙息之毒，这天地之间，唯有您可以救他，还请您伸出援助之手。
求您救救青木！看在我附身的份上。后池，后池，我究竟哪里比不上他？怎么是你？后池呢？为了同你结为仙侣，我罔顾父神母神的旨意。可他呢？他将你害成这般模样，你却心心念念的还是他。青木，你看看，现在救你的人是我。不要伤害他！不要伤害他！你不让我缠着你，那我就偏要救你。不只要救你，还要让你今生今世都忘不了我。后池，你切莫急，你灵力微弱，我传一些灵力给你，你便会好受些。朝圣殿，则后池为主。绝不可能！
后池他怎么样了？不必担忧，朝圣殿以做后池为主，将神界灵力悉数传给了他。炼化这些灵力，短则几日，多则几年。你且带他下去休息吧。朝圣殿择他为主，这绝不可能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后池炼化朝圣殿中的灵力，此事还能有假？朝圣殿乃仙族至宝，绝不能让他人带走。古君乃是上古神尊弟子，朝圣殿若非意外掉落天宫，本就该传给他。无患。数万年前，我们有愧古君，有愧后池，如今就以朝圣殿相抵，全了故人之情吧。眼下青木何在？回父神，青木正在紫松殿，还请您一步一探。天后，若是天君知道您对北海上君见死不救，而今天光已亮，任凭那青木有任何本事，都已经生死道消，木已成舟。他天君又能如何？是。父神，快请。奇怪，之前还是灵力错乱、经脉纠缠之象，怎么突然好了呢？昭儿，胡闹！母神，女儿是真心喜欢青木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啊！母神，您帮我求求父神，莫要再责怪我。昭儿，你知不知道，失了龙丹便失了修为，从此你的灵体与凡人无异。你平时骄纵也就罢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已经自己擅自做主，你知不知道，稍有不慎，你便会身死啊！昭儿，你如此顽劣，龙丹是你的内丹，蕴藏着你毕生的修为，是成为上神的根本。它是可以解万毒，但你怎么可以如此慷慨赠与他人？杨儿，扶你三妹起来，她身子弱。昭儿，不用。昭儿，这世间男子千万，怎么非他不可呢？我喜欢了他那么多年，我早就难以自拔。可是你明明可以等父神去救他的，为何非要用这个法子？你这不是喜欢他，你是在逼他。他宁愿死，也不愿意娶我。我在他心里轻于鸿毛，我有什么本事可以逼他？昭儿，不过就是个男子，还是个瞎了眼的。你就算再喜欢他，你也不能为了他把自己豁出去。我只有这一个法子，才能让他永远记住我。我岂能错过？就算他跟后池在一起，只要我龙丹在他身上，他就永远忘不了我，逃不开我。昭儿，喜欢一个人不是这样的。听我一句劝，放过他，也放过你自己吧。放过？我若得不到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景阳，把你三妹给我关进锁仙塔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放出。陛下，如今他身子这么虚弱，怎能去那种地方？
那都是他自作自受。父神，三妹她也是一念之差，以她如今这个身子，怕是会要了她的性命。性命？我跟你母神在她身上花了多少心血？今日这个样子，都是她咎由自取。父神，女儿心中只有青木一人，若父神执意不肯，那么便取了女儿的性命吧。景昭，出去！本君不想看到你。出去！父神。昭儿，父神，这儿子小那么听话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孩子大了，自有自己的想法。但是我们为人父母的，必须要替他们打算。如今最重要的是他的身子。一朝失了龙丹，昭儿无法再修炼。凡人之躯，怎能承受仙族灵力？这个我当然清楚，可现在还能有什么法子呢？阿欢，你明明可以救青木的，为何没有出手？你若救了青木，昭儿她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青木当着众仙的面前回绝了赐婚，我本想给他一个教训，又怎会真的放着他不管？可我没想到昭儿居然对他用情至深，连龙丹都舍得给他。倘若真神还在的话，或许还可以救救吾儿。可惜，陛下，纵使再难，我们也要想办法。我们暂时不能让青木离开天宫，等我们想到救景昭的法子，再让他走也不迟。只能如此了。青木，后池，你怎么样了？你醒了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要哭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活生生在你面前，你看，头发都不带少一根的。而今青池宫，你是后池上神，响彻天宫，这让别人看到你又哭又笑的，旁人看见，你该怎么办？胸前的伤还疼不疼？不疼了，都好了。见到你之后，便什么都好了。你身上的龙息，不仅化的一点都没有了，而且，你周身的灵力，好像又强了几分。是啊，此番因祸得福，还好天帝及时出手，这才捡回了性命。不仅天帝，还有景剑、凤冉他们，也帮了不少忙。一定要长雀挑一些上好的灵材，亲自送到天宫来，好好答谢才是。自然是好，只是我还要在天宫多留几日，参加寿宴。寿宴？这一次龙息得以化解，怎么说都是欠了天宫的情。我答应了景剑，参加完寿宴之后再行离开。先是当众退婚，之后又是夜闯扶摇殿，而今又出了长生殿这档子事儿，天帝还愿意出手救你，于情于理，你我都该参加寿宴才是。你不能去。
什么？天帝在瞭望山的时候就邀请过我，为什么不能去？我不想你做你不开心的事情。可是，好了，哪有什么可是的？你如今吸收了朝圣殿的灵力，当务之急是应该好好休息。等你灵力稳定了，先回青之宫等我。我去给你熬点汤药。